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我们今天的这部影片呢，要来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终结者里面我文章分析工具，好，可以帮助到大家做到 RC 的检讨。好，我们来看这个工具要怎么去使用。好，首先第一个，我们在平常做 RC 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一些文章是真的是看不太懂的，或者是我们今天是想要把这篇文章的梗概抓到的。好，那我们事后检讨的时候可以做什么事情呢？你可以把这篇文章贴上来，好，把这个文章贴上来。接下来呢，GPT 它会去问你5到6个问题，好，它会依照层次来问，好，会根据这篇文章先问你，你要怎么用一句话来总结这篇文章的观点。你可以用中文回答，也可以用英文回答，都没有问题。好，那你回答之后呢，它就会去跟你去评估你的回答是否正确，OK，并且做一个小总结。好。接下来呢，他会再继续问你第二个问题，看他问题都有层次哦，他大概会5到6个哦。一开始先问用一句话总结整篇文章，接下来再问说这个文章里的主要论点跟主要论点背后的证据是什么？那如果你的回答有遗漏、不完整，或者是有一些逻辑上错误的地方，他都会去纠正。像比如说这边他就跟你讲你遗漏了什么东西这样子。好，你看他从这个第一层的 main idea，再到第二层的这个 argument 跟 evidence，再去回到第三层，好，论点之间的比较，好，当然每一道题目它问的顺序会不太一样，但基本上都是关键的问题，好，然后你就根据你对文章的记忆来回答，好，尽量不要回去定位，就是根据你对刚刚看完这篇文章之后你的记忆来回答，来去检验你自己的文章理解有没有问题，这样子，好，那再来呢，你看他还会问到一些关键的细节、关键的资讯，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也可以跟他讲不确定，他会帮你再去补充，这样子，好，那最后呢，问了这5到6个问题之后，好，你就有能力去做一个这篇文章的总结，所以他就会请你去做一个这篇文章的总结，用列点的方式，所以你就可以用列点的方式去做一个小总结。那做完总结之后呢，他就会去帮你去检验你的总结里面的细节，去帮你修正，好，去帮你 clarify 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他就会带你去做整篇文章的每一句话的通盘的检验。好，通盘的检验就会帮你去分析每一句话的逻辑关系，好，跟上一句话、下一句话的关系，并且去帮你标明文章里面所出现的重要转折的关键词。好的，当然这个地方它有点出错，是说它标的是中文，那实际上我们更有用的应该是英文，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如果它跑出来是出错的话，你可以指正它的错误，跟他讲，哎，我要的是一个英文的，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把这边扣起来，按一下 reply，跟他讲，请告诉我转折词汇，这些词汇用英文的方式标注它在文章里的哪里，他就会去做修正的。好，有些时候他会出错，但你要有耐心。好，你是可以跟他互动的，它不像是一些静态的程式，如果有 bug 的话，你只能等工程师来修正，但是你是可以跟他互动的。OK，所以你可以跟他讲说，这边我要的是英文，他就会帮你去修正这样子。好，但这个地方你要去搭配文章来去检讨每一句话，你对它的理解是不是跟我们分析出来的这个逻辑是有偏差的？好，它可以帮助你做到整篇文章的通盘检讨。好，这比起单纯的翻译还有用很多。好，接下来呢，最后还会帮你补充这篇文章背后可能牵涉到的重点的特殊领域的术语或观念。OK，那这个观念呢，可以帮助你在未来面对类似文章的时候，会比较有个底，不太会有这个阅读的障碍这样子。好，所以这个东西呢，它除了用在我们平常 RC 的训练之外，其实你在做核心能力训练、阅读训练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文章你真的觉得你自己看的有点晕晕雾雾，看的不是很懂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在事后把这篇文章丢到这个 passage analyzer 这个地方，跟他用问答的方式，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理解的问题，自己理解上有障碍的地方到底是第几层，是第一层的主旨，还是第二层的这个主要论点证据，还是说是其他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问题，并且在最后做一个通盘的检讨，让自己对这篇文章或者是对未来的文章架构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OK，好，这就是我们的非常好用的工具。RC 的 Passage Analyzer，希望各位能够善用这个工具，在你的 RC 检讨以及你的阅读训练中，去对付那些你觉得看上去松散、你觉得看上去自己看的没有很懂、资讯零碎的文章。好，我是 Dustin，那我们下次见，拜拜。